黑虎虾每个人都爱吃，但你知道黑虎虾有多少种吗？哪种黑虎虾才是肥嫩多汁的虾？想了解其中的奥秘，请听由老郭主讲的净说瞎话栏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这个季节呀，正是大对虾上市的季节。作为对虾之王的黑虎虾是必讲科目。对了，你们知道虾后是什么虾吗？我这牌面啊，也都安排好了，这些都是黑虎虾，但每款都不一样。这点玩意儿也不便宜啊，花了我将近小1000块钱。怎么做你们懂的。哎，有多少人认为黑虎虾不好吃的出来打卡？那是因为你们买的虾不对，不会识别正经的黑虎虾。本期视频咱们就说说各种黑虎虾的差异。黑虎虾中文正式名斑节对虾，是对虾中体型最大的虾，大的每只可重达1斤多，因自身有老虎一样的斑纹，故称之为黑虎虾。这里我要说明一下，还有3种虾与黑虎虾非常相似，一种是褐虎虾，与日本对虾长得很像，无养殖，只有野生的。另外一种是红虎虾，个体超大，基本上也是海捕的，价格也不便宜啊，这一只40多块钱。还有一种长得很像红虎虾，就是红爪虾，中文正式名短钩对虾。和红虎虾相比，有2处明显的特征能够区分出来。红虎虾的须子都是一个颜色，而且爪子尖是红色的，而短钩对虾的须子有红白相间的纹路，而且爪子尖是白色的。因为短钩对虾的成年个体会越长越绿，也称之为绿虎虾。黑虎虾除了野生的外，还分为海水养殖、咸淡水养殖、淡水养殖。现在的淡化解剖技术啊，对黑虎虾同样适用。各种养殖方法养出来的形态它也不一样。来，我们看一下黑虎虾的具体特征。我手里拿的这只是纯海水缺磷养的，4、5月份下的苗，长到现在长这么大。我重点讲一下野生和养殖的问题。我有个朋友啊，就是养虾的，他就跟我讲，虾的饲料的转化比老高了，10斤的饲料能转化出7斤重的虾，虾料比猫粮还好呢。养到30个头就能赚钱了，长到10个头一般就不咋养了，养的时间长它死的不就多吗？尤其是母虾甩完籽啊很容易死亡，如果遇上雨水增多、降温、病毒感染，整个塘都给干。所以我们能买到的3、5个头的大虾基本都是野生的。来，咱们继续扒拉，注意看它的痈足。痈足是红色的，根部有一黄一蓝的斑纹，额角是先凸后凹，眼后再翘上去，有个弧度。这些特征都记好，一会儿要进行比对。内部结构和其他的虾都差不多，但是它的干银线比较小，并不发达。看一下它的肠线，养殖虾因有充足的饵料投喂，所以肠线货很多。野生的虾因为在自然环境中没有丰富的食物，所以肠线都很干净。特别之处就是它的纳精囊是封闭式的，这不是由2块壳板组成的吗？说明这只虾是母虾，公虾是没有的。公虾的第一对痈足会有一个交接器，想了解具体特征可以考古我以前的视频。在对虾中，一般母虾都要比公虾大，像这种大个头的都是母子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野生虾是什么特征，主要看额角，它的额角是斜着很平下来的，比较粗，弯度很小，额齿间的距离很近，枪头很钝，因为自然环境中加大了它的额角的磨损程度。养殖的大部分都是一个横着的 S 型，枪头往上翘得厉害。还有就是痈足的颜色，大部分的海水虾死后腿都会变得很红，这就是一个缺氧后的应激反应。重点来了，我们看一下这款黑虎虾，发现问题了吗？这款虾的颜色就会发青一些，主要看它的痈足，痈足的颜色是蓝色的，而这款黑虎虾的痈足是红色的。额齿也有区别，查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一共是6个齿，齿间距离很宽，而红腿虾的额齿是7个，齿间距离很短。2款虾虽然都叫黑虎虾，也是斑节虾的一种，但行内人一般把这种蓝腿的虾称之为草虾，口感要比红腿的虾略差一些。在我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都有养殖。红虎虾没有太多的说道，只有这一种，越大越贵。很多内陆的朋友可能买不到鲜的黑虎虾，只能买到冻的。选择的时候，像这种已经冻得白不呲啦的就别选了，这已经风干很长时间了，僵尸虾，虾肉里面已经没啥水分了。要选择这种用手摸一下感觉滑溜溜的，有一层薄薄的冰衣，颜色越深为佳。这么多虾咱得评测一下呀，看看味道究竟差多少。虾尽量不要蒸，一定要煮。冻虾本身水分就不足，你这一蒸就更干巴了。煮虾的时候是很有讲究的，一定要化开化透，
要不然豆腥味就别离了。水别加太多，没过虾就行，放点葱姜。重点来了，大粒海盐抓一把，瞬间掀掉你下巴。盐量一定要上去，煮30分钟倒沫子就行了啊！关火泡10分钟，要不进不去味儿。好了，开始码味儿。这2个大的是红虎虾，这2个小的是深圈里养的，煮出来的颜色通红通红的。这2个是草虾，完了是黑虎虾。先整这个大的啊。这虾头啊没有多少黄，这个虾就是这个特点，皮啊是很硬的啊，皮很结实。没有多少虾线，来，这大的给你们，蘸点海鲜汁儿。吃。肉质啊非常紧实，很有嚼劲儿啊，特别哏啾，鲜度和香度啊都行，就是有点硬，可能跟虾太大有关系。黑虎虾啊，咱尝一下，这虾头也是没有多少黄，它这个虾肉啊我不尝，就非常紧实，看见没？能拉出来丝儿。同样哏啾啊，整体感觉呀跟红虎虾差不多啊，因为它的个头小嘛，所以说你吃起来不会特别的硬。这家大哥又来了，咱再尝个草虾哈，看草虾的肉质啊还是略微的松散一些，这个有下线，我给你挑一下。放心吧，不是解剖那个镊子啊。作为镊王，镊子肯定是不缺的。尝一下，虾味儿我感觉没什么问题啊，就是鲜度啊、香度啊都算可以。就是肉质啊，照跟那个黑虎虾比啊，略微的面一兜兜，味儿都差不多。是不是我嘴坏了？北方养殖的黑虎虾，咱尝一尝啊。这虾啊，就是还是活虾嘛，所以说冒汁儿。哎呀，鲜度可好了。你看，大溜都淌汤，汁水充足。就是它也是活虾呀，就是你野生的虾，只要一冻，都赶不上这种养殖的活的好吃，非常不错啊。做总结啊，个人建议这种太大的虾啊，你要是送礼啥的行，自个儿吃啊不推荐，太硬了。像这么大的哈，1两多点的这个虾我就觉得不错，最起码你吃起来的口感你能咬动。要是能买活虾的，尽量买活虾啊。好了。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啊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栗黄每个人都爱吃，但一到夏天，大家就会发现栗黄肉汤色浑浊，用手轻轻一碰就会冒出白浆。难道是天气热变质了吗？看完本期视频，解答你们的疑惑。Hello， 大家好。这段时间呢，总有粉丝问，为啥有些时候吃烤生蚝或者是煎蚝烙的时候啊，咬一口黏歘歘的，糊一嘴？难不成是坏了，不新鲜了？首先明确告诉你啊，你吃到的肯定不是生蚝啊，而是这种栗头。这些栗黄肉就是从这个海蛎子里面抠出来的。造成黏嘴的原因是因为7、8月份正处栗黄的繁殖期，性腺肥大，这些白浆啊都是它的生殖腺，当地的渔民称之为挂浆了。这种海蛎肉你要是烤或者煎的话，受热不均。有不熟的地方，你咬在嘴里面就是黏歘歘的，并不是不新鲜了啊。如果是生蚝的话，就没这个问题。那么为啥呢？咱们分别的研究一下。来，先看栗黄。
栗黄的生殖腺就长在内脏团的两侧，当性成熟的时候，性腺会充斥到整个外套腔。大家看到这些乳白色呈脉管状的部位，都是它的生殖管，里面都是成熟的精卵细胞。这种结构和海虹很类似，但是栗黄的精子和卵子都是白色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既然都是白色的，怎么区分公母呢？是不是每个人都想知道？看好了，我一招教你变雌雄。你把生殖腺取出来放在水里，如果呈现的是流体状态，那就是公的。咱再看看这个，大家仔细看，这个放在水里面呈现的是发散状态，这个状态就是母的，这是因为它的精卵细胞的大小是不一样的，卵细胞要比精母细胞大很多，在水中更容易分散，而精子更小，密度更高，在水中需要液化一段时间才能达到分散状态。怎么样？吃了一辈子的海蛎，终于会区分公母了吧？此处能否有掌声？好了，咱们再说一下生蚝。目前大部分的生蚝都是经过人工用2倍体和4倍体的牡蛎杂交出来的3倍体的牡蛎，这种3倍体的牡蛎就称之为生蚝。那为什么要杂交呢？仔细看，这是2只已经排完精卵的海蛎，感觉身体已经被掏空，非常的虚弱，已经没有了肉的组织，就剩了一层皮囊，内脏团清晰可见。这要是做熟了，就臭味没了。要想长成这种带幼的状态，至少需要3个月的时间。所以1年当中，要想海蛎幼子肥美，就不能让它生育，不生育就不会发育性腺，它所吸收的营养就全往幼上长了，个头也会越大，所以才有了3倍体生蚝。3倍体就是含有3组染色体的细胞或者生物，因染色体呈奇数，难以形成减数分裂形成配子，也就无法生育了。注意看，3倍体的生蚝性腺是不发育的，没有白浆，所以更适合生吃。好了，重点来了，像这种挂浆的海蛎肉，怎么做才能不颠歘歘的，既鲜嫩还能保证营养不流失？做汤，一定要做汤。先薅一把这玩意儿，先泡上。有没有认识这个菜的？清洗海蛎子特别重要，一定要用滤筐，用水冲就行，千万别用手抓咕，要不然抓稀嫩。然后剪一块大豆腐，切成小粒儿，黄瓜切粒儿，木耳切丝儿。起锅烧油，葱姜米爆锅，加水调味，加入盐、鸡精、胡椒粉，倒入配菜，提前勾个玻璃签儿，甩2个蛋蛋，最后倒入栗黄。这个菜必须放进去，撒入葱花香菜，爱吃香油的你就滴2滴，这就好了啊！你看这栗黄白胖白胖的，外面白的这一圈都是精华，准备奢侈开灶。好像做多了，干了一大波。哎，对了，你们认识这个菜吗？这个叫发菜啊，我特意放的，预示我的粉丝发财。给你们盛一碗啊！哎呀，发菜呀是专门煲汤的。来，粉丝先喝。成鲜了，这味道好嘎嘎的。这种栗黄啊，生殖腺必须给它做透做熟啊，你吃起来呢，它才会硬张张的，哎，一点不黏歘歘的，而且吃起来是特别的糯，哎，特别的香。你这要是酒喝多了啊，或者是没有胃口，你就来这一碗汤啊，你喝完胃里老舒坦了。我们海边的全这么做。完了，你再配点这个小咸菜，看见没有？再来个大饽饽，低脂低卡啊，非常的健康。而且我告诉你哈，牡蛎的含锌量高，男孩吃了好，多吃点哈。好了，完了这期呢咱们就到这里，关注老郭，了解更多的海鲜知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